在12月17日，嫦娥5号成功带着月壤样本返回地球，标志着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任务圆满完成。眼看我国航天领域频频收获硕果，让拜登团队开始着急坐不住了。最近，美国政客新闻网刊登标题：拜登太空顾问们督促和中国展开合作。文章称，美国国家航天局前局长查尔斯·博尔登表示，现在中国航天技术非常先进，不需要美国就能实现重大太空项目，不让中国加入太空合作是个错误。同时，美国前宇航员拜登过渡团队成员帕姆梅尔罗伊也认为，阻挠中国合作是失败策略。博尔登还进一步强调，美国要是不和中国合作，中国会利用自己的优势抢走美国的合作伙伴。与之观点相同的是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琼·约翰逊·弗里泽指出，中国走了另一条路，不再和美国竞争，而是抢走美国的合作伙伴。而且由于政府和议员换届，美国太空计划连贯性很差，计划容易朝令夕改。而在其他国家眼里，中国不一样，他们一旦设定了目标，就会坚持下去，其专注和坚持吸引合作。此外，美媒还专访了20多名美国航天专家、前宇航员等专业人士，大部分人的观点都是，如果美国继续将中国排除在外，美国可能因此失去全球航天领导者的地位。美国究竟还惦记啥？事实上，美国的目的很明显，中国出钱搞航天项目，但要接受美国的领导和制约，而且他们惦记上的东西还不少。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天眼，而美国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在前不久塌了。此外，中国还有世界上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，在去年我国完成了世界首个登陆月背的国家。在这次任务中，亮点就是世界首颗地球轨道外专用中继通信卫星鹊桥。而且随着国际空间站频频漏气老化，而中国空间站建设稳步进行，未来很可能只剩中国空间站运行。除了这些硬件，重要的还是各种各样的技术参数标准。除了勉强技术外，美国的目的更像是通过合作来抵消中国航天能力，说白了就是忽悠我们放弃。中国已经上过一次陨石的当了，他们所谓的合作无非是想窃取中国航天的先进技术，并延缓我国进入太空领域的进程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曾自豪表示，美国撒谎、欺骗、偷盗，这是他们的荣耀，合作的信誉度几乎为零。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沃尔夫条款？在22日，南部战区公布消息称，当天美国麦肯恩号驱逐舰未经允许，擅自冲闯我方南沙岛礁临近海域，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警告驱离。美国方面也表示，行动期间中国军舰一直形影不离，而这艘军舰其实早就臭名昭著。在11月24日的时候，他曾侵入彼得大帝湾，越过俄边界2公里。特朗普为了其政治目的，接连挑衅中俄，但让美国最焦虑的事还是发生了。就在22日同一天，中俄展开了第2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，解放军出动了4架轰 6K 和俄军图95轰炸机联合编队，在日本海、东海等有关空域巡航。在去年7月，中俄也曾组织首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，引发周边国家震动。当时中国派出2架轰 6K， 这次增加了更多的轰炸机，表明能力增强。未来双方可能会增加空中加油机等多种机型进行远海巡航。中俄联合巡航就是在向美国及其盟友亮明态度。美国看懂了吗？事实上，除了在军事上疯狂打压挑衅外，最近美国还宣布将103家企业拉入军事最终用户清单，制裁的企业有58家是中国的，还有45家是俄罗斯。而且美国更是向俄罗斯猛泼脏水，称多个部门遭到俄罗斯网络攻击，还关闭了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馆，并暂停驻叶卡捷琳堡总领馆工作。最近中俄同时遭到打压，这是华盛顿精英们攒政治资本的途径，但他们这样做其实是犯了战略上的大忌。外界猜测，在特朗普任期快结束这段时间，将加大对对手的打击力度，一来为拜登设置障碍，二来为自己4年后大选攒资本。事实上，在特朗普在任这4年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，让美国和盟友的关系越来越糟糕，让对手的关系反倒越来越团结，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猪队友。在17日俄罗斯年度记者会上，普京也亮明了态度，强调如今中俄之间在很多领域存在共同利益。之前他也曾表示，不排除和中国组建军事同盟的可能。要说美国怕面对两线作战吗？他这么强大的军事实力肯定不怕，但得看对手是谁。如果是中俄，那可以断言美国肯定扛不住，而跟着美国起舞的盟友也最终会付出代价。在中美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下，同时也是特朗普最后任期的时机，他加大了筹码应对中国，包括59家中国企业、大学和个人遭到美国制裁。而在军事手段上，美军更是越来越疯狂。为何说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在12月19日，美国海军驱逐舰马斯廷号穿越台海，这是今年美国军舰第12次通过海峡。在8月27日，马斯廷号还擅自闯入中国西沙领海。美海军第7舰队对外交章表示，这是展现美国对自由与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，
并继续在国际法允许之处飞行航行。经过3天后，美军舰再度做了一件极度危险的事。在12月22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消息，当天美国驱逐舰未经中国允许，擅自冲闯南沙岛礁临近海域，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其进行警告驱离。最近这些年，麦凯恩号早已经臭名昭著。在12月24日，麦凯恩号还入侵彼得大帝湾，越过俄边境2公里，遭到俄罗斯军舰的驱离。即使那次行动比这次更具挑衅，但是本质都一样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南部战区这次使用的措辞和以前不一样，直接用冲闯关键字。分析称，冲闯说明美舰是在受到我国海空警告后，也不选择改变航向，继续闯入我国西沙岛礁领海附近。这是美军再次对于我国底线的疯狂试探，更加不加掩饰的挑衅。美军这种疯狂试探，既是为了了解我军反应能力，最好能够动手，也是为了做给其他盟友和伙伴看。如果效果理想，后续可能会有更多狗腿子闻风而来。其实对于美舰来袭，解放军已经做到逢舰必跟，逢舰必查，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不会得逞的。如此频繁的进犯，美国究竟要干嘛？据悉，特朗普任期还剩最后1个月不到，但是他有意进一步打击和施压中国，并在这一海域加重博弈的赌注。他可能有3大目的：一是巩固自己的政治遗产，为自己2024年再度竞选攒足资本；二是给拜登使绊子，提高对华关系门槛；还有一个不能排除的可能就是美舰冲撞就是在冒险，万一擦枪走火造成局部冲突，那他可以争取战时总统。之前该舰曾被撞过一次，派个破舰就是来碰瓷，大可不必出手。要算账也是等特朗普离开白宫后，而美国在该海域加强军事存在，并不能改变既定事实，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正好给了我们吹填海岛和加强战备的借口，再添几个岛礁压压惊。随着冬至已经到来，所谓拉达克地区气温已经降到了最低，但中印两军仍然还在前线对峙，而第9轮高层军事会谈却迟迟没有消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双方外交部进行了视频会议。这次会议是加朗河谷冲突后第6次外交会谈，释放出怎样的信号？据报道，在双方各自公布的约240字简短声明中，可以看出双方还有着很明显的3大激烈分歧。首先，中方将此前在9月双方外长达成包括聚焦一线部队脱离接触，采取务实措施解决现地问题，推动周边局势进一步缓和，称为5点共识，而印方则称其为协议或共识。其次，在双方共识下，当中方聚焦一线部队脱离接触之际，印方就要求解放军需要沿实际控制线撤离，这是长期以来最大的分歧之一。在解放军据守前方控制线时，而印方希望中方能够退至2020年4月前的实际控制线，这个分歧很可能就是印度长期以来的内部共识导致的。在他们看来，4月18日之前的一线态势为战前状态，之后的对峙则是印军继续维持其战时状态。最后，印度国家媒体对此前的5点共识怨声载道，称共识缺少核心内容，也就是缺少恢复战前状态的诉求。这个细节似乎表明解放军的进攻态势以及印方对于边境现状的无奈。事实上，在4月期间，印军的战时状态下，印度在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，包括向国外紧急采购步枪、战机、坦克、火炮以及防寒装备等，调整到和印巴边境那样的规模，甚至一度做出微减试探。在8月初，印高层曾秘密调动17集团军、山地打击军部队，并在8月底行动，一度造成紧张局势。从印军最近行动来看，印军方正考虑调整130万名印军部署，试图能在中印和印巴2条战线上具备作战能力。在班公湖附近，印度也部署了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，最近还增加了24艘新船只。不久前，印媒还透露，印军正在为15天激战做准备。这一系列准备，印军似乎等待局势升温、伺机而动的机会。有专业人士分析，外交上灵活和军事上冒险是印度对华交替使用的2个手段。如果印军不撤退的话，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而新的对话中甚至没有脱离接触的字样，这或许意味着两军的蛰伏只是暂时的，待时机成熟，双方难以避免在2021年继续低烈度对峙，印军后勤根本支持不了大部队在高海拔地区过冬，必定熬不下去。开战，他们将全部被毁灭。